西雅图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如果来这里旅行，我们一定会去它的几处城市地标，也体验一下当地的独特氛围。龙虾卷，而这里给我的实际感受总是有些意料之外。整个街道全部都是口香糖的味道。我感觉在西雅图开车简直就是一场噩梦。那又如何在1天之内快速游玩城市经典？这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美国西部的翡翠之城。来到这里之前，我对西雅图有过几个刻板印象，但真实的旅行经历都和我想的有一点不一样。那第一个刻板印象就是西雅图的烟雨天。人们常说这里烟雨连绵，统计说西雅图全年有200多天烟雨，但因为都是毛毛雨，所以它真正的降水总量实际比纽约、芝加哥、休斯顿等大城市还要少。那如果我们在它最好的季节7、8月前来，那是降雨较少，气候温和，很大概率会遇到一个晴朗且宜人的天气。那第二个刻板印象就是对科技城的理解。作为美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城市，西雅图是连接亚洲和阿拉斯加的重要门户，也有着美国最大的轮渡体系。所以如果只是因为它是亚马逊和微软等科技巨头的起源地，就认为这是一座科技城，未免有些单薄。亚马逊总部园区里那座像水晶球一样的建筑很抢眼，虽然我没有预约到进到里面参观，只是在门口按他们的社区传统拿了根免费的香蕉，就算到此一游了。那第三个刻板印象就是我对西雅图市区交通复杂性的低估。从地图上我们能看到，整个西雅图被海湾和湖泊环绕，这南北狭长多山丘的地形让通向市区的道路变成了一个拥堵的瓶颈。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华盛顿州的司机都这么不友好了，就这路谁开谁都不友好。但从我上次自驾的体验而言，我感觉西雅图的交通竟然同时集齐了洛杉矶的拥堵焦躁、旧金山的巨大陡坡和波士顿的错综复杂。所以我觉得，如果想来西雅图市中心，乘坐公共交通或 Uber 加上步行是最省心的方式。那如何将这座城市最核心的体验安排在1天之内呢？我们先乘坐轻轨来到车站 Westlake， 以这里为核心，可以分为2个游览方向，一条往海边步行到派克市场，去那里吃美食、逛海滨公园；一条是换乘单轨列车前往太空针和玻璃博物馆。如果你愿意再多走20多分钟，或坐 Uber 就可以到 Kerry Park 看西雅图经典的城市天际线。而我选的游览第一站就是西雅图最著名的地标，也是美国西北太平洋地区排名第1的旅游景点——太空针塔。这座塔你可能在很多照片里面见过，它的造型就像一个飞碟稳稳地落在一根针上，所以它叫太空针。世界上每座地标塔都有自己的个性，而太空针的独特之处又是什么呢？那我们一起走进一探究竟。从刚才的 Westlake 轻轨站出来，我们要转乘专门通往太空站的单轨列车，单程票价$4。The train goes around. They said that to allow passengers to exit before boarding the train. 这条穿梭在城市上空的列车是为专门去游览太空针而修建的，它好像要带着人们前往一个太空时代。这也是1962年世界博览会的主题，而太空针塔就是为了那届世博会而建的，所以一开始它就是象征人类对外太空想象力的文化地标。抬头仰望这158米高的飞碟观景台，这样看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因为现在还很难想象这个飞碟其实它在慢慢旋转。上塔门票
是$49，但大多数人都会买和奇狐狸玻璃博物馆$69的联票，那里也是我们下一站要去的地方。1楼入口是纪念品区，在排队坐电梯之前，会让人了解到一些有关于太空针塔有趣的数据科普，比如400是建造太空针塔的大约天数，因此它也被称为400天的奇迹。74000是把整座塔固定在一起的螺栓数量，而41秒则是电梯从地面直达观景台的速度。This 41-second trip up to the top. Feel free to take out your phones to take pictures and videos as we go up. We're going to be facing Queen Anne, one of the oldest arrowheads here in Seattle. On top of the hill, we have a large building that was a high school, the old Queen Anne's High School back in the early 1990s and is now luxury condos today. To the right, we're going to have Lake Union, which is where seaplanes land, and we're going to also have the Museum of Pop Culture, designed to look like a destroyed guitar. Colorful building down here to the right. 到达最上层的观景台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开放式的户外玻璃平台。这里的外层玻璃是向外倾斜的，人们都喜欢站在玻璃长凳上向后靠，感受一种悬在空中的错觉，好像还挺符合人们对太空科幻感的想象。沿着平台绕一圈，可以俯瞰整个西雅图城市全景，市中心的高楼，周围的海湾湖泊，以及远处的连绵山脉。刚才我们乘坐电梯抵达的是最上层的观景台，而太空针最特别的地方是在下一层，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旋转玻璃地板，就是这层的地面不仅是透明，而且它还在旋转。是旋转在动的耶。轮组带着整个圆盘在慢慢转动，也带着游客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脚下的城市。我身后呢就是西雅图的 downtown 了。站在这个旋转的玻璃上，你不用走动就可以360度的看到西雅图的全景。但是你站的是一个完全透明的玻璃上。走在这一层观景，特别像是在太空舱里进行360度的观察实验，整个城市的细节都一览无余。如果你在傍晚时间过来参观，还可以在这里欣赏日落，或是点一杯饮品，慢慢看着城市的灯光亮起。如果这第一站我们是从空中看西雅图的全貌览图，那第二站我们要去的奇狐狸玻璃博物馆，就是从细节里发现它的艺术之美。在我去这个玻璃博物馆之前，我对它其实是没有什么期待，只是和大多数人一样，想着来都来了，而且联票比较划算，结果就被它惊艳到了。这是美国玻璃艺术家戴尔·奇狐狸的长期展馆，2012年在西雅图正式开放。奇狐狸就是出生在西雅图南边的 Tacoma，
所以他的很多作品都表达了对家乡这片大海的热爱。就比如这座6米高的海洋生物塔，在这些透明的翻涌玻璃海浪中，藏着海星、章鱼、海螺、海葵、海胆，所有的形态都像是刚从海里浮上来的一瞬间被定格住了一样。当你近距离观察时，一定会惊叹，玻璃在他的手里竟能展现得如此丰富生动。继续往前，是一片铺满头顶的波斯天花板。之前我们在拉斯维加斯的百乐宫酒店大厅看到的那由2000多朵手工吹制的玻璃花组成的巨型天花板，就是奇狐狸的标志性作品。接下来就是整个展馆最引人注意的作品——千朵花。这是由无数独立的玻璃组件共同构成的一座幻想花园，灵感来自他童年时母亲种植的花圃。在昏暗的环境中，玻璃的色彩会显得异常饱和。这一段我没有调色，肉眼所见就是这样的鲜艳。这里的每一个形态都在模仿自然中的生命，没有复制的相同，都是独特的存在。你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会看到不同的细节，像是被邀请着慢慢走进一座梦想花园。穿过花园，前方出现了2艘木船，其中一艘是花道船，细长的玻璃枝条向外伸展，灵感来自于日本的插花艺术。另一艘是新岛浮球，源自他在日本新岛的旅行记忆，也呼应了他童年时在普吉特湾海滩上见过的渔网浮球。在他的艺术范畴内，玻璃也能成为一种记录。接下来就是奇狐狸最具代表性的吊灯系列。他认为吊灯不一定非要是照明工具，当它们被悬挂在接近视线的高度时，更像是一件件可以被凝视的作品。形态不受空间限制，思维不受框架拘束。室内展厅的最后一组作品是斑点森林。这个系列只因为一个念头，就是他想用遍工作室里所有300多种可用的颜色。他又在玻璃内外之间加入了一层白色，像是一层云，让颜色被包裹托起，形成了渐变的效果。在阴暗的背景下，颜色显得十分多彩清晰。接下来就是这里的核心特色阳光房。上方悬挂的是一件长达30米的巨型玻璃作品，由数百个色彩斑斓的手工吹着玻璃部件组成。红、黄、橙色的玻璃在自然光下漂浮着，像盛开的花朵，也像燃烧的火焰。这也是奇狐狸毕生对温室情有独钟的体现。这间玻璃温室也可以作为晚宴或是庆典等活动的招待场所。
参观完室内就是室外花园，在这里可以看到工作人员现场烧制玻璃以及对工艺的讲解。Another common question I get is what happens to the glass in the winter? Do we cover it up? Do we remove it 12 years ago? The one thing glass doesn't seem to like is sitting in water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 Add your experience here at the garden. Again,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bout soft, I just wanted to bring it around. See it first. 这座户外花园是奇狐狸第一次与景观设计师的合作。它不是把玻璃作品放进既有的环境里，而是这里的植物、树木、花卉都是为了呼应不同的玻璃作品而特意设计的。花园还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变换不同的植物，让作品在1年之内的不同时间都呈现出不一样的画面。我想，如果你喜欢艺术，同时又不需要太多晦涩的解读，通过直观的颜色、形态，就将这些艳丽留在记忆里，那这奇狐狸玻璃博物馆还是很值得前来参观体验的。游览完太空针塔和奇狐狸玻璃博物馆，下一站我们来到一个能俯瞰西雅图经典天际线的地方 Kerry Park。 这里可以坐巴士或 Uber 10分钟到达，或是走路大约25分钟上坡。如果开车过来，街边也可以免费停车，但人多时车位有限。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社区公园，却是观赏城市天际线的绝佳角度。我们刚才上去的太空针塔和它背后的市中心都尽收眼底。西侧是艾利奥特湾，如果在能见度高的天气前来，还能看到远处的雷尼尔山作为城市背景。公园的名字是以木材业企业家阿尔伯特·凯瑞和他的妻子命名的，他们就住在这附近。在1927年将这片土地捐给市政府，为的是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欣赏到这片景色。而这片城市全景最佳的观赏时间是在日落前的蓝调时刻，所以黄昏时分游客最多。虽然这里需要特意前来，但仍是游览西雅图不容错过的经典视角。如果说以上我们去的3个地方是游客必去的景点，那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派克市场才是体验西雅图当地文化与美食氛围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市中心最热闹的所在。派克市场 Pike Place Market 开始于1907年，距今已经有100多年了，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持续运营时间最长的公共市场之一。最初是由当地农民发起，希望绕开高昂的中间商，直接将农产品卖给顾客，才形成的公共市场。1个世纪过去，这里依然保留着一种复古的烟火气，各种琳琅满目的新鲜农产品、手工制品和工艺品，令人目不暇接。在市场招牌入口处下方，还有一个铜制的大号金珠存钱罐，它还有个可爱的名字，叫 Rachel。在这样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方，有几处比较经典的看点。那第一处就是全球第1家星巴克咖啡店，店面其实不大，最明显的有2个特点：一是这家店仍然使用着最原始的双尾美人鱼标志；二是这里排队的人真的非常多。不爱排队的我并没有进去，
据说卖的咖啡和其他门店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不过如果你去过，也欢迎分享你的经历感受。那这里第二个看点是派克市场的招牌项目——飞鱼 （Flying Fish）。这一做法起源于1986年，当时这里的鱼铺经营陷入困境，老板和员工想出了这种抛鱼的方式售卖，就是每当有人买鱼，伙计们会把鱼高高抛起，接力传递，在一片欢呼声中完成交易。也正是这种充满欢乐的方式，让这家鱼铺咸鱼翻身。因为来这里的顾客买的不只是一条鱼，更是一种特有的欢乐体验。这个顾客好像他准备自己接鱼。那这里第三个不能错过的就是美食体验，也正是在这里，我切实地感受到了西雅图高消费的名不虚传。一碗海鲜浓汤接近10美元，一个龙虾卷要36美元。这家号称是全美排名第1的海鲜浓汤，是派克市场内最有人气的餐厅。店里的顾客非常多，几乎很难找到座位，大多数人都是排队点餐，然后再找其他合适的地方用餐。这么多人，看我48美金买了些什么？龙虾卷，带的面包，还有一个 chowder， 还有剩一点点小零食，还有2个餐具，没了。就是这一点点东西，35美金。这一点点 chowder 10美金，我们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啊？超级好吃，10美金我觉得还挺值的，里面有各种海鲜肉。不错，龙虾卷咬一口。它的龙虾肉超级新鲜，和这个脆面包夹的口感非常好。而第4个也是最重口味的看点，就是这面著名的口香糖墙。据说它曾被评为世界上最恶心的景点之一，也常被形容为世界上细菌最多的地方之一。太夸张了，满满一堵墙全部都是。看这边，这边全部都是口香糖，一整墙都是。它最早源于市场旁的剧院，观众在等待演出时，把嚼过的口香糖随手粘在墙上，久而久之，这面墙便被层层叠叠的覆盖。这面墙也曾在2015年被彻底清理过，足足清除了2350磅的口香糖。但没过多久，这面墙又被重新贴满。如今，它甚至成为了派克市场最有辨识度的景象之一。旁边还是有口香糖贩卖机，邀请你以留下属于自己的一小块痕迹。整个街道全部都是口香糖的味道。走完派克市场的这几处看点，大概就能理解为什么这里常被认为是体验西雅图文化最核心的一站。它不仅仅是一个市场、一条街，
更像是一段需要挤进热闹的人群，亲身感受嘈杂才能体会的城市片段。从派克市场就可以看到海边的摩天轮，那里就是下一站我们要去的 Waterfront 海滨公园。从派克市场步行过来大概只需要10分钟，却像是从一条热闹的集市慢慢走进了城市的另一面。这是一段绵延约2英里长的活跃海边地带，你可以在这里参观水族馆，看到各种娱乐项目和餐厅、商店沿着海边展开，也可以在码头看到这些繁忙的轮渡。如果你想换一个角度，也可以搭船出海，从海面回望西雅图的城市景观。当然，最醒目的还是这座摩天轮，它高约175英尺，也就是53米多。虽然比不上拉斯维加斯那座168米美国最高的摩天轮，但是在2012年开放时，它也曾是美国西海岸最高的摩天轮。在摩天轮附近随意走走，和这座城市一起吹着海风，人群来来往往，不用刻意去做什么，只是站在这里，看船、看水、看城市，就已经足够了。以上我们去的这5个地方，基本构成了最集中的市中心行程，很适合放进西雅图一日游里。如果你还有额外时间，城市里还有一些其他地方，会让你更加了解西雅图。如果按从北往南的方向游览，我们还可以去华盛顿大学。这所成立于1861年世界知名公立研究型大学，坐落在西雅图市中心以北，是美国西海岸最古老、学术实力最雄厚的高等学府之一。游客们一般比较喜欢参观校园里那类似哈利波特风格的图书馆，以及在浪漫的樱花季节来到这里校园漫步。而西雅图也是李小龙的安息之地，如果对功夫感兴趣的朋友，接着往下也可以来到李小龙和他儿子的墓地。上一次我自驾环线来到这里，主要就是来看他，碰巧还遇到了他的妻子琳达。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具体看我那期视频。继续往南，这里原有一家星巴克烘焙坊，它是全球第一家烘焙工坊和旗舰店，展示了咖啡烘焙制作的全过程。但由于业绩下滑以及远高于普通门店的维护成本，这家店已于2025年9月正式永久关闭了。大家也是没想到，这样一个地标性的咖啡店就这样落幕了。最后，如果你想吃中餐，也可以来看看西雅图的唐人街，这里也叫国际区，因为它不仅有中国文化，还融合了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多种亚洲文化。走入这片区域，可以看到传统的中式牌坊，以及各式各样的亚洲餐馆和商店。这里也是体验西雅图历史的重要街区之一。而西雅图的国王街火车站也是在这里，之前我乘坐的海岸星光号观光列车就是从这里出发的。感兴趣坐火车旅行的朋友也可以参考我那一期视频。所以这样一条串联大学、人文纪念地与特色文化历史的路线，也能为你的西雅图之旅增添更有层次的印象与体验。其实西雅图值得去的地方远不止我视频中提到的这些，如果把范围放到城市近郊，还可以去波音客机工厂，近距离参观真实运作中的波音装配线，对航空爱好者来说是非常值得一看，只是参观的时候不能拍照。如果想安排城市周边短途行程，那西雅图附近的自然景观才是真正体现这座户外城市气质的部分，因为西雅图被海湾、湖泊和森林山脉环绕，所以帆船、滑雪、骑行、露营或徒步户外成为了这里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让西雅图在忙碌之外多了一种亲近自然的松弛感。但是附近的国家公园就有3个，很适合游客来感受这里的自然魅力。按它受欢迎程度来说，这第3名是距离市区最远的北瀑布国家公园，相距116英里，车程2个半小时，很适合夏天或赏秋徒步安排1到2日游。虽然它是全美游客最少的国家公园之一，但公园里那翡翠般的湖水也很梦幻。我上次去时体验了湖上皮划艇和徒步，结果就是给我累哭了。所以朋友们去的话，千万不要低估这里的户外难度，具体可以参考我之前的视频。那第2名是雷尼尔山国家公园，距离市区约86英里，车程2个小时，适合夏秋季节前来1到2日游。可以看到美国本土最大的火山以及雪山脚下盛开的野花，这里的景观也很配适它天堂景区这个名字。如果想挑战这里最热门的徒步线路，一定要预留足够的时间和体力。如果只想轻松打卡式游玩，也可以参考之前我关于雷尼尔山的那期视频。最后就是最受欢迎的奥林匹克国家公园，距离市区约84英里，因为路况至少需要2个半小时车程。公园的面积很大，集高山、雨林和海岸3种生态于一体，更适合夏秋季节安排2到3天游玩。而这里也正是我下期视频的主题，我想看看如何在一个公园里就能体验3种截然不同的景观。那以上就是我这次西雅图旅行攻略的全部内容啦。用一句话总结西雅图值不值得来，答案一定是非常值得。因为这里既有城市文化，也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如果你对美国其他大城市或国家公园的旅行玩法感兴趣，还可以到我的主页找到更多旅行经验和故事分享。那你记得关注，我们下期见。